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的是，我们最近谈了一系列的人格疾患，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子的人跟他们相处会受伤，那要怎么样自我照顾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我们的一个inner child， 就是内在小孩的疗伤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内在小孩，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会有受伤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呢，需要去修复的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哪些征兆呢？就代表其实你有 wounded inner child， 代表你呢其实是有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一样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一有新的影片，你们就可以收到通知哦。感谢感谢。我们接下来谈论一下所谓的就是受伤的内在小孩有哪一些征兆呢？通常呢，我们可能会例如说，第一个你最常看到的就是 overreaction， 就是呢你会过度的反应，例如说呢一件很小的事情会突然就是暴怒或者是非常的生气，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失望、失落，或者是不能接受它不如你的预期。通常呢，在事情发生到那个反应中间就是一个非常大，就是有1秒的差距，那就是代表我们没有时间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去想想我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是及时的反应，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应对是不一样的，就是 reaction 跟 response 是不太一样的。reaction 就是我们在马上就做出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反应，而 response 呢是代表我们事情发生之后呢，花一点时间静下来想，我要怎么样去说这件事情会比较好，我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会比较好。而我们在受伤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难让自己去静下来，深呼吸，然后去想一想我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所以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看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 overreaction， 就是过度的反应，非常激烈的反应，甚至可能一下就翻脸不认人的那一种，或者是翻脸跟翻书一样的那一种，那这就是第一个部分。OK， 那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会有 attachment 的issue，就是我们的依恋形态很习惯很快的跟一个人很快做一个连结。例如说，每一个你遇到的新的人，你都是马上变成麻吉，马上就变成好姐妹，马上是变成你最新的好朋友，每一个人都像你的家人一样。那也许呢，就是或者是呢，每一个跟你刚开始交往的人就觉得哇，我们好像是上辈子就注定要在一起，我们要马上赶快就是掏心掏肺，我要告诉你所有一切，而且我要赶快跟你结婚。那通常呢，我们非常非常快的进入一段关系，而且就是在关系里头很快就想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而没有花时间去好好了解这个人呢，其实也跟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依附经验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受到足够的一些关注，导致我们在一段关系里头呢，我们就会很想要去得到很多很多的关注。所以当这个人一旦给我一些关爱，或者是给我一些注意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想要去把它抓住。那我们很常见的呢，有几种，例如说呢，像假如说父母呢，对于我们的情绪是不理不睬的，就是 emotional unavailable parents， 那他对于我们的情绪呢，就是会比较忽略的那一种。那相对的呢，我们就会想要多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的 attention。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习惯了，我要去多做很多，去得到你的关注。那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 helicopter parent， 就是虎妈虎爸那一种。那他们呢，因为对我们所有事情都管得非常多，那你会想说，那我应该就不需要去得到别人的关注了。No， 我们学到的呢，是我必须要做很多来去讨好你，你才不会生气，我才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为了要讨好别人，我们习惯在关系里头变得
要去讨好对方，要去让对方觉得我很好，要不断的去迎合对方的期待，所以很有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呢而去改变自己的样子啊，或者是做很多自己其实不喜欢做的事情，而去为了让对方开心而做的事情。那这个呢，则是在我们有创伤的内在小孩里头，在关系里头很常见的一个部分。OK，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很难跟人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关系。怎么说呢？例如说，像有一个创伤内在小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不断的重复一个固定的行为，例如说不断去讨好其他人，又或者是呢，很容易就会进入那种 fight or flight。Freeze or run 就是我们的创伤反应。Fight or flight 就是呢，时时刻刻觉得自己都是很紧绷，时时刻刻都在吵架，不断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对方是在攻击我，所以我要跟他吵，或者是我要跟他辩，我一定要跟他争个输赢。又或者是呢 ，free 就是对方一生气，或者是对方一有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愣住空掉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情绪反应。那又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讨好型的人，我们会不断想要去委屈自己，然后去讨好对方，这也是一种。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就是会在关系里头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界限，而且也很难去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互动的关系。那其实呢，这都跟我们可能有一个创伤的一个内在小孩有关。第四个呢，就是 addiction。addiction 呢，就是在各种方面上面有成瘾。那其实你可能会很讶异，除了物质滥用之外，就是酗酒啊、用药之外呢，其实工作狂也是一种，热爱运动到一种疯狂的地步，也可能是一种。那又或者是饮食失调 （eating disorder） 或者是 disorder eating，其实都有可能跟我们的创伤内在小孩有关。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这一些行为，又或者是用这一些物品来去麻痹掉我们的情绪。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子，例如说喝酒，那我们就不会再去想到，不会再去感觉到，不会再去记得任何一些事情。用药也是一样。那吃东西呢，或者是不断的去工作，也都是一样。我们去填满我们内在那个空虚掉的部分，又或者是很伤痛的部分。我们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去让我们逃避内在的伤痛，或者是逃避去面对曾经受过的伤。那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学会的一个 coping skill， 但是这其实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呢，我们在那个当下，暂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感觉上好像缓解了，因为我们花时间在想我要怎么样呕吐，又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多吃一点东西，我要怎么样多工作多赚一点钱，我要怎么样去多拿到一些酒或者是药让我可以更嗨一点。我们都会花时间在其他东西上，我们就比较不会专注在自己的内在。那这个呢，就是addiction 跟我们创伤内在小孩是有关的一个部分。第五个呢，也许我们有一些未处理的一些创伤事宜。在心理治疗里头，我们常会提到一个就是未尽事宜，也就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又或者是没有去处理的一些事情。而我们没有去处理的一些创伤，很多人都以为所谓的创伤呢，其实就是例如说像性侵啦，然后被打得很惨啦，像这种才叫做创伤。可是其实不是哦，我们在心理里头的那种创伤其实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太快太突然，而造成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于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把它一一解锁，然后让它一个一个回归到我们身体该有的一个反应，还有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记忆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就一瞬间讯息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而我们的身体却有那样子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记忆，以至于我们在事情发生完之后，有些人可能就是 block out， 就是完全不记得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或者是这些事情我们因为太小，以至于我们不断把它压抑，觉得应该没什么。但是当我们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 trigger， 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说呢，可能我们的父母可能时时都把我们丢在保姆家，或者是把我丢在那个人家，但是其实我们
非常的害怕，但是父母却没有好好的安慰我们，这其实是在一种情绪上的忽略。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其实在小孩的心里头是受到重重的伤。所以呢，当在未来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我也会因为这个人他一个不道而别，又或者是他任何一丝丝的不开心，让我觉得他可能会离开我，而我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跟害怕，而这就是我们的情绪反应。当我们有未处理的一些创伤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类似的经验就会不断的提醒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就会有一个强烈的情绪反应。再下一个呢，就是自伤的行为。在我的工作里头呢，我常常遇到一些女孩子，尤其是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呢，比较容易会透过自伤行为，例如说像割腕啦，或者是拿刀片来伤害自己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会伤害自己的行为，会透过利用身体的疼痛来去转移情绪的那个疼痛的注意力。那所以呢，当我们遇到有像这样自伤行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内在有太多的苦说不出来了，导致他们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宣泄。而在我的工作经验里头，通常有自伤行为的孩子们或者是个案们，其实没有所谓的自杀的意念，他们其实不是想要自杀，而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去宣泄内在那种很痛苦的感觉，所以他们必须只能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转移自己对于疼痛的那个注意力。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有大概提到，就是 eating disorder， 就是饮食失调或者是失调性的饮食。那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在饮食失调症上面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通常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童年创伤经验有关。那也许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受到太多的指责跟批评，那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我们有能力去控制的东西来去感受到我有一丝丝的控制权。所以有些人会透过食物的方